他们要给这只600斤的老虎拔牙，它的牙已经烂了一半，内部还不停冒血，直到钻开牙根管才发现情况远比想象的更严重。首先对它进行麻醉，等老虎失去知觉后，众人把它架到了临时手术台，扒开嘴巴才看到，这并不是简单的蛀牙，獠牙已经断了一半，所以才会疼痛难忍。为了看清牙齿内部情况，医生又对牙齿拍了片，发现部分牙髓已经坏死，要立刻进行手术。先给牙龈来一针麻醉，等麻药起效后，开始用钻头去除腐质。这颗牙已经坏到了牙神经，还引发了炎症。医生刚把内部清理干净，血水就冒了出来。大家决定给老虎进行根管治疗，通俗点讲就是杀神经。这应该是牙齿问题中最可怕的一种治疗方式。现在需要用钻头打开牙髓腔。现在根管已经完全暴露，接着医生用根管锉来一点点刮除坏死的牙髓，把坏死的牙髓清理干净后，还要使用消毒剂反复冲洗根管内部，防止后续再次发炎。牙髓处理干净后，医生用工具拓宽根管，经过几个不同工具的轮番操作，根管和刚开始相比已经扩大了很多。接着医生测量根管的深度，根据测量的深度来选择长度合适的牙胶间，来一点点填充根管。牙胶间要先裹上一层密封剂，这样就可以完美填充牙根管，不会留下任何间隙。接着使用加热工具熔断牙胶间，接下来还要使用融化的牙胶继续填充根管顶部，这样下来根管部分就完全填充好了。随后对牙冠部分填充树脂，安装人工牙冠，这样就完成了复杂的根管治疗。最后再对牙齿进行打磨抛光，老虎又可以想吃啥吃啥了。他们用摄像机对准深山中的一个狗窝，在远处的车里警惕地观察，拍到的画面让人后背发凉。这狗一到晚上12点就会神秘消失，天亮了又会准时出现。问题是它一直被链子锁着，锁扣非常结实，除非有人帮助，不然狗是无法自己打开的。但是家里人都问过了，没人打开过锁扣，这就很诡异了。大家决定安装摄像机，整夜拍摄。刚开始一切正常，时间来到半夜2点13，突然一阵声响，大家被惊醒，接着就发现狗妈妈又消失了，只留下了2只小狗仔。大家赶紧查看录像，只见它在狗窝附近徘徊了片刻，突然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，锁扣就被打开了，接着就消失在黑夜里。看着录像，大家不禁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动物专家反复观看录像，认为问题可能就出在链子上。这链子是有硬度的，只要将链子巧妙地旋转一下，就可以轻松地别开锁扣。只是这个旋转角度不好掌握，但很明显，狗妈妈已经可以熟练地找到这个角度，很轻松就打开了锁扣。但现在还有一个疑问，它为啥每天晚上都要溜出去呢？大家仔细检查了它的出走路线，发现它每天出去是来这里吃狗粮，毕竟吃饱喝足才有精力喂养狗崽子，应该是本能驱使让它这样做。主人也很懂事，在每天的狗粮里又加了一盒罐头，换上了新的锁扣，这样它就不会在半夜消失了。这家炸鸡店的店长是一只母鸡，名叫泰美，已经在餐厅就职了2年半。每当顾客上门，他就会点头欢迎。泰美还会站在员工肩膀上陪同送餐，上餐前还要打个鸣。顾客说看到他都不好意思吃炸鸡了，但不得不说，他家炸鸡是真好吃。有多好吃呢？你看吧，连泰美都喜欢吃，而且他最爱吃的还是鸡米花。老板说，自从泰美来到餐厅后，餐厅生意都变好了，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，都觉得他家炸鸡是真材实料。平时只要客人叫一声泰美，他就会跑过来表演练习了2年半的舞蹈。第一次来的顾客都觉得不可思议，大家不禁有个疑问，为啥这只鸡没有被做成炸鸡呢？原来2年前它还是一只流浪鸡，误打误撞自己就溜达到了炸鸡店，可能是这里面飘出来了熟悉的味道，也可能是门口炸鸡的 logo 吸引了它。老板觉得这也是一种缘分，把它当成了店里的吉祥物，平时还喜欢带着泰美到处炫耀。隔壁烤鸡店老板对此十分羡慕，泰美深刻诠释了什么叫做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但就怕有一天炸鸡店缺货了，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。3天不洗头才能来这家餐厅吃饭，这并不是餐厅的规定，而是顾客自发这么做，都是因为店附近的一只麻雀。这只麻雀爱吃头皮屑，一旦发现有人来餐厅，立马就飞到头顶上，来回扒拉着找头屑吃，一点都不怕人。吃饱喝足就躺头顶休息，把头顶当成了家，这些倒也无所谓，关键有时候会在头上拉屎，这有点让人接受不了了。平时他就蹲在树上观察过往行人，附近居民的头都被他光顾过，有次把大爷的假发都拔掉了，大爷出门只好戴上了帽子。不过大家还是挺喜欢他，为了和他亲密接触，甚至几天不洗头，只要喊上一句，他就会朝头顶俯冲下来。但刚刚却发生了意外，麻雀被一只红隼盯上了，在飞行过程中被抓到，饥饿的红隼叼着麻雀飞到楼顶啄食，麻雀奋力挣扎但无济于事，羽毛被一点点扯下来，麻雀很快停止了挣扎，大家也无能为力，只能眼睁睁看着麻雀被吃掉。附近居民都把麻雀当成了家人，从未想过会发生这种事情。小哥感慨世事无常，没想到刚刚给麻雀拍的视频却变成了他最后一刻。但大自然就是这样残酷，愿麻雀的天堂里没有红隼。
猫头鹰为了报答救命之恩，每天早晨准时给大叔送老鼠，已经持续了4年。如果看到大叔无动于衷，他会把死老鼠直接往嘴里塞，不仅仅是老鼠，偶尔还会带来其他礼物，就比如蛇之类的，就问你敢不敢动。有时大叔睡得很死，他就叼着老鼠在旁边等得不耐烦了，直接上前对大叔叫个不停。这波操作让人哭笑不得。这猫头鹰是大叔在野外发现的，当时他受伤严重，悉心照顾了2个月，和大叔的感情愈发深厚，与家里的猫和鸟都成了好朋友。等他恢复健康后就放生了，但他没有忘记大叔的恩情，时不时就飞回来探亲，每次都不会空手来。对猫头鹰来说，最好的礼物就是老鼠，所以每次都会带来新鲜老鼠。他也很懂人情世故，顺便还会给鸟带上几只，但每次都把鸟吓一跳，吃不了这个谢谢啊。接着他又来到另一只鸟旁边，站在笼子上思考良久，算了，还是自己吃吧。后来大叔又收养了一只小猫头鹰，他也是各种照顾各种喂，这房间里只要是活的东西，他都必须要一个个喂一遍，妥妥的社交牛逼症了。来这家餐厅吃饭要提前带点狗粮，狗粮是给服务员的小费，因为这家餐厅的服务员是条狗，每当顾客上门，他就会点头欢迎，还一直保持微笑。客人一次来了很多，他会挨个点头欢迎，不会漏掉任何一个。3个孩子在他的耳濡目染下，也学得有模有样。等顾客落座后，他先叼着篮子送上菜单，接着再送上湿纸巾。老顾客来吃饭，都会提前带上一把狗粮，作为小费奖励他。平时只要客人喊一句，他就会上前帮忙。客人觉得电视声音太小，他就会积极送上遥控器。饮料机里没有纸杯了，原本在旁边休息的狗狗又立刻把纸杯送了过去。晚上饭店打烊后，他就化身清洁工，叼着扫帚开始工作，扫不到的一些犄角旮旯里，就会钻进去把垃圾叼出来，熟练的丢进垃圾桶。而且他能分辨出什么是垃圾，像这把掉地上的勺子，捡起来就交给了主人。主人说狗狗已经在店里待了7年，从来没和客人发生过不快，不少客人还专门跑来看他。有了他的帮忙，自己轻松了很多。这还真是现实版的汪汪队立大功呀！大叔只是在家泡了一瓶人参酒，却引得植物专家纷纷上门参观，只因这瓶里的人参实在不一般，泡在酒里5年后竟然死而复生，长出了新芽，新芽已经长到了6厘米。人参是大叔自己挖到的，泡酒之前就把芽都剪掉了，现在还能看到修剪的痕迹。泡完的酒一直放在仓库里，至今已经5年了。万万没想到，这一泡竟然泡出了怪事，邻居都说这颗人参成精了，是千年不遇的宝贝，甚至有人出高价想买这瓶神酒，但都被大叔拒绝了。大叔对这瓶药酒百般呵护，说喝了这酒气色都变好了，但药酒厂老板却表示，泡在酒里的人参是不可能存活的，况且还是52度的高度酒。猜测可能是大叔泡酒前人参就已经发了芽，难道大叔说了谎？没办法了，大叔接着展示了当初泡酒的照片，照片上人参确实没有发芽，那人参是如何死而复生的呢？大家又找到专家，准备对人参进行解剖，取下一点在显微镜下观察。专家表示，在生物学的角度来说，其实人参早就死了，但死掉的东西怎么可能发芽呢？专家猜测，泡酒前人参可能就已经长出了芽苞，只是看不出来而已。而且人参表皮细胞非常坚硬，可以防止酒精短时间内渗透到里面，所以刚泡在酒里的人参还能存活一段时间，芽苞也能继续生长一个阶段，长到了6厘米的样子。随着酒精渗透，人参也就死掉了，最终就变成了这样子。一家偏僻的农家小院，每天却有大批40-50岁的男人慕名而来，男人们一波接一波，不大的院子里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男人，大家都争先恐后地表现着自己。只因这家有个30岁的离异少妇，这群男人就是来讨媳妇的光棍汉，要想见到女方，先在院子外排队等面试。为了这次相亲，厨师老李特意请了假，从几百里外赶到这儿。排队期间还听到有人说，今天人还算是少的。等了半天，终于轮到老李面试。女方母亲一上来就盘问了老李的家庭存款情况，随后就被请到院子外等结果，一等就是2个点。随后媒人传话来说不用等了，女方嫌他个子矮，直接淘汰了。老李一肚子气，来回车费都花了不少，结果连人都没见到。出于歉意，媒人立马又给联系下一家隔壁村33岁的大姑娘，也是最近刚离婚。一伙人匆匆赶了过去，可等到天黑，老李也只和姑娘父亲搭上了话，就因为个子矮，再次惨遭淘汰。老李只能感叹一番，这就是当今社会的残酷现状。和老李一样，42岁的老杨一早起来将脑袋和皮鞋擦得锃亮，为即将到来的相亲做着准备。家中的毛坯房至今还未装修，老杨一边打扫一边嘴里念念有词，要是这次能谈成的话，马上开始装修。10多年间，老杨来来回回已经相亲20多次，大部分情况是一见面对方扭头就走。老杨将原因归结于自己长得不帅，还顶着个光头。为此，老杨特意找人 PS 了一张带头发的照片，让媒人拿给女方看。招数很快奏效，可女方刚见面就迫不及待钻进车子落荒而逃。老杨迫切地想知道对方的态度，连着发10几条信息，也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老杨觉得是女方嫌弃自己是农村人，可谁料随后女方竟主动打回来电话，这让老杨乐开了花。当听说对方对自己没有什么不好的印象，老杨赶紧趁热打铁，
定下了下次约会时间。第二天，两人约在公园见面。起初还相谈甚欢，一同荡秋千，但气氛突然急转直下。女方把老杨晾在一边，跟别人有说有笑打起电话，刻意拉开跟老杨的距离，忽冷忽热的态度，只因老杨没能满足女方提出的20万的要求，刚见面就要他拿20万。老杨不由得心生警惕，这次相亲自然也以失败告终。由于过去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，导致男女比例失衡，千万男性面临着结婚难的窘境。有老婆的男同胞们一定要好好珍惜啊！他每天都要喝杯新鲜的冰红茶，起床就去厕所接，从一天喝1杯，直到后来的一天5杯，已经持续喝了2年。他说每天吃的东西不一样，红茶口感也不一样，有时候咸有时候甜，尤其喜欢上火的时候，焦黄的颜色让他沉醉。最急的人是他女儿，怕他喝死了，劝他少喝点。大姐反而变本加厉，觉得喝着不过瘾了，直接把黄色液体当牙膏用，说刷完的牙变得更白了，甚至还把液体当眼霜和爽肤水，头发上也能抹一抹。洗澡时把液体加在浴缸里，洗完容光焕发，还能用液体洗鼻子，据说能治疗鼻炎。那他到底为啥要喝黄色液体呢？原来2年前他得了癌症，医生说最多还能活几年，于是他决定放弃化疗，找到了这种治疗癌症的偏方，而且他还认为这种偏方很环保，可以循环利用。女儿劝他去医院检查一下，看看这黄色液体是否对癌症有效，如果真有效，那以后就尽情喝就是了。来到医院一检查，发现肿瘤扩散更快了，很明显这液体一点作用都没有，甚至还耽误了病情。医生建议立即手术切除肿瘤，这样才有可能缓解病情。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这个村的老人每天不吃饭，也要来村口的池塘边蹲着，全都神色紧张地盯着池塘。有人还不停数着什么，因为最近村里发生了离奇失踪案，村口池塘里的金鱼神秘消失了，之前有50多只，现在只剩20多只了。幸存的金鱼也变得焦躁不安，老人们把这些金鱼视为村里吉祥物，现在吉祥物没了，他们觉得自己一点都不吉祥。村长召集全村人商议对策，必须要找到罪魁祸首，但现场没留下任何痕迹，找了半天才在一个角落发现了一些鱼鳞，有人认为是黑头灌干的，之前就在池塘附近看到过它，还有人觉得是水獭或者海狸鼠，甚至还有说是水怪的，一定就藏在水下，建议把水抽干，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在作祟。大家越说越离谱，村长看不下去了，冷静分析了一番，认为凶手可能是通过沟渠进入池塘的。池塘边的围栏还发现了脚印，但看不出来是什么动物，安个监控看看吧。村长决定熬夜蹲守，也不知道这东西啥时候来。村长边吃边等，一直等到了凌晨3点，终于村长睡着了。但就在这时，池塘边上也有了动静，草丛中出现一个白色光点，只见他快速穿过围栏来到池塘，很快抓到了一条鱼。你觉得这玩意到底是个啥呢？走这条路要提前带上一把玉米，只因这路上有2个恶霸，玉米就是给他们的过路费。这只大鹅每天带老婆在街上收保护费，还专门去烤鸭店收费，一天就要来3次，不给就会对着门口一直叫。店主有时受不了了，会丢给他们一些鸭胗，吃完就赶往下一家。看到街上有人吃东西，伸着脖子就冲了上去，不给就准备攻击。路人吓得连连后退，只能把食物丢给他。有些人知道他们是街上的恶霸，每次走这条路都会提前准备一点过路费，小孩也不例外。而且大鹅非常疼老婆，会把好吃的先让老婆吃，他们总是形影不离。但最近几天却只有大鹅出现，而且每次会把吃的叼走。大家决定偷偷跟着他，看看发生了什么事。大鹅的反侦查意识很强，觉察到被跟踪后，立马往山上跑，穿过各种小道，在一处隐蔽的树下停了下来，就看到他老婆安静地趴在那，原来是在孵蛋。他每天给老婆叼来食物，就是为了让老婆安心孵蛋。老婆放风的时候，他也会时刻张开翅膀守护着。当地女人都觉得大鹅才是男人的榜样，纷纷拍下了视频给自己老公看。他只是点了一份炒年糕，一旁的顾客都惊恐地看着他，这已经是他吃的第3碗了，不到3分钟又吃完了。紧接着看向菜单，点了第4份炒年糕，而且吃完就走，从不付钱。店主却根本不在意，想吃多少给多少，甚至还会给他打包一些带走。第二天等他再次来到店里，摄像小哥尝试和他交流，他突然表现得很慌张，东西都不吃了，拿起麻袋就走。小哥赶紧跟了上去，问他麻袋里装的什么，他还是一言不发，背着麻袋走进了大山。附近村民说他就住在山里，没人知道他叫什么，看起来已经流浪了好多年。据店主介绍，5年前他来店里吃饭，只吃了3块钱的炒年糕，看得出来生活很窘迫。出于好心，店主告诉他如果饿了可以随时来吃。没想到第二天他真的来了。店主说自己曾经也经历过低谷，身上1分钱没有，觉得要帮助这些无家可归的人。从那之后就一直给他提供免费食物，这也是个不小的开支。附近饭店老板都不能理解他的做法。1年后，节目组做了个回访，发现之前的年糕店搬家了，但店主还是会给流浪人员提供免费食物。我觉得天使大概也就是这样的吧。在社会福利社的帮助下，之前的流浪汉也住进了精神病院，一切都在慢慢变好。2群猴子为了一根香蕉火拼，致使交通瘫痪。
最后逼得警察都出动了，对他们实施了绝育手术。在泰国的华富里市生活着2大猴群，一群住在废弃寺庙，另一群住在废弃电影院。之前游客多，猴喂的食物也很充足，2个猴群也都相安无事。由于疫情期间游客数量急剧下降，导致食物短缺，很多猴子都跑到商店抢东西。当地还发生了猴子盗窃和破坏车辆的事件。这个路口人相对较多，猴喂的食物也多，这里自然成了他们心中的风水宝地。寺庙帮的猴子在这里得到了一根香蕉，这恰好被电影帮看到。接着2大猴群发生了火拼，这就是当地居民拍下的震惊一幕，2群猴子打得难分胜负。最后电影帮更胜一筹，打跑了寺庙帮，但寺庙帮仍然觊觎这块地方，足足等了3个月，集结了帮派所有猴子，决定跟电影帮一决高下。司机看到这情形都不敢按喇叭，只能乖乖让路。2大猴群聚集在路口对峙，寺庙帮人数占据优势，率先发起了挑衅，电影帮也不甘示弱，很快就组织了一波反击。他们有来有往，互相挑衅，期间还有市民的3轮车被猴子翻了个底朝天，最后致使交通瘫痪，逼得警察都出动了。猴子们听到警笛才离开这里。最后政府决定通过大规模绝育计划来控制猴子的数量，猴子被引诱到笼子里，随后都被带到了医院进行绝育。这下真就BBQ了。一家普通的路边小饭店，每天却有大批摄影爱好者慕名而来，大家都争先恐后架起摄像机，对准了屋檐下的鸟巢，还说这是100年一遇的。只见鸟巢里突然钻出来一只白色的燕子，通体雪白，身上没有一根杂色羽毛，连眼睫毛都是白色的。这位80岁的爷爷都表示第一次见。来自韩国各地的鸟类爱好者用摄像机记录着燕子的一举一动。其实人们对白色燕子的狂热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，据说白色燕子100年不遇，看到就代表着好运到。最有发言权的就是这家饭店老板了。老板表示，自从白色燕子来到他家，生意也变得越来越好，很多人慕名而来，一边吃饭一边欣赏，餐厅也因此成了网红打卡地。所以刷到这个视频，代表着你也会很幸运。经过专家详细观察，这只白色燕子是普通的家燕，虽然它是白色的，但大小和习性与其他燕子没有任何区别，它们之间相处融洽，并没有受到歧视。白色羽毛属于基因突变的结果，几率只有1/1000，实属罕见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已经到了练习飞行的时间，他拍打了几下翅膀，鼓足勇气，成功飞向了天空。看到这一幕，大家纷纷点赞许愿。这是一种长在树上的酒，为了采集这种酒，很多人冒着生命危险，仅靠一根绳子穿梭在高大的树木之间，小哥浅尝几口，味道一言难尽。这种酒就是棕榈汁，采集用到的工具就是一把刀和一个装酒的容器，顺着用椰子壳绑定的节点，一点点往上爬，来到树冠后，将棕榈树花序头部切开，把罐子套在花序顶端，来回敲打几下，用来刺激汁液分泌。敲击手法和力度会影响流出汁液的多少。几个小时后就能收集到少量的棕榈汁。为了能快速收集到棕榈汁，他们不会爬上爬下，而是把棕榈树用绳子链接起来。采完一棵树，顺着绳子就来到了下一棵，要装满1桶棕榈汁。他们一次至少要采集10棵树，一天就要采集2次，把刚采集的棕榈汁经过过滤，等它自然发酵，放几小时就成了棕榈酒。闻起来有一种很淡的酒味，喝起来酸酸的，好处就是很利尿，因为棕榈汁含有糖分，所以也可以用来熬糖。把收集到的棕榈酒过滤一遍，在路边等着收酒的小贩上门。这种酒非常抢手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今天的付出得到了回报，这就是斯里兰卡菜酒人的生活。他靠一根绳子降服了300斤的野猪，就为了得到野猪的尾巴。据说有人靠着野猪尾巴成了百万富翁。这头野猪已经中了陷阱，一只脚被牢牢绑住，周围被他挖了个大坑，连树根都被咬断了，可见野猪的攻击性还在，套索磨损得很严重，它随时都有可能挣脱。安全起见，首先要套住野猪的嘴巴。猎人拿着套索慢慢靠近，野猪拼命反抗，套索刚碰到嘴巴就被顶飞了。野猪非常聪明，死活就是不让套索靠近自己。再次尝试也没有成功，但猎人更有耐心，调整套索大小，换个角度继续尝试，一下就套中了他的那个上巴。野猪不断挣扎，越挣扎反而套得越紧，把套索一头系在树上，这样野猪就不能大范围活动了。趁它不能移动，要赶紧把整个嘴巴绑起来。野猪全身毛发直立，露出尖锐的獠牙，一直处在攻击状态。猎人决定从后面入手，先绑上2条后腿。日本当地野猪泛滥成灾，给农业造成了严重损伤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政府鼓励当地民众捕猎野猪，衍生出赏猪猎人这个职业。每捕杀1头成年野猪，就能得到1.6万日元的报酬。把尾巴交给相关部门，就可以领取奖金。绑好了后腿，野猪更加动弹不得，只能任由猎人处置。猎人用胶带对着眼睛缠了几圈，这样野猪就啥都看不见了，顺便把嘴巴也缠起来，接着再把前后腿都绑在一起，就大功告成了。猎人摸了摸野猪的肚子，肉还挺结实的，非常适合进行无公害处理，让它们回归自然。但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，这是一种比鲱鱼罐头还要臭的食物，一般人闻一下就会吐，他们却爱到不行，平时都舍不得吃，只有招待客人的时候才会拿出来。记者尝了一口，
反应非常真实。这种食物就是烟海雀。要制作这种美食，第一步先抓海雀。这个半山腰就有大量的海雀，一对父子穿着浅色衣服，埋伏在岩石中，等待合适的机会。他们的工具就是一张网，等海雀靠近，直接用大网一搂，就能轻松捕获一只。没一会就收获了上百只。现在海雀有了，要完成这道美食，还需要一张海豹皮。海雀不需要任何处理，直接带毛往海豹肚子里装，装满后再排出里面的空气，把海豹肚子缝合起来，缝合口均匀涂上海豹油脂，防止长蛆，然后把它埋在岩石下面，不留任何间隙。接下来经过6个月的发酵，就形成了著名的烟海雀。取出来可以看到，海雀保存得非常完整，看着很新鲜，不过味道实在令人上头。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品尝。拿出来的海雀直接拔毛，从拔毛的轻松程度就可以判断海雀是否已经发酵成功。拔毛后对着屁股猛吸一口，把已经发酵腐化的内脏通通吸出来，一股浓汤下肚，咸味加腥味再加纳豆混合下水道的味道，他们却吃得津津有味，越吸越上瘾，根本停不下来。他们甚至还说吃起来有点甜。记者忍不住尝了尝，说还可以接受，不是很臭。不过在缺少蔬菜的情况下，烟海雀确实给他们提供了大量蛋白质和维生素，这就是因纽特人独特的饮食习惯。他考试交白卷，反而得到了校长的表扬，当着全校师生的面给他带了朵大红花。原因是他成了学校唯一一个看出老师出错题目的学生。台上的阿芳一脸懵，交白卷其实是自己看不懂而已，谁都想不到他开挂的人生从此开始了。课上不小心打翻了墨水，他赶紧用衣服擦，却意外擦出了一幅意境深远的山水画，得到了绘画大赛的第1名，顺便还收获了一群小迷妹，时刻被幸运女神眷顾着，让他觉得人生毫无意义。本以为长大后运气就会改变，谁知好运反而变本加厉，随手买张彩票都能中大奖，吃个饭就成了店里第9999名顾客，莫名其妙得到了全年免费卡。阿芳不想就这样安逸的过一辈子，跑去做了房产销售。可第一天上班，找他买房的人排队都排到了公司大门口，下班随便伸手，立马就来了几辆出租车，都抢着要拉他。他彻底受够了这种开挂般的生活，感觉是上天对自己的惩罚，指着老天一顿臭骂。突然间电闪雷鸣，一个雷针就劈了下来，结果劈死了正在逃跑的小偷。他含泪获得了良好市民奖。阿芳非常想体验失败的快感，可天不遂人愿，生无可恋的阿芳决定出家。就在剃发前，方丈出现了，只见方丈大手一挥，他便灵魂出窍，意识开始模糊。等阿芳清醒过来，发现一切都变了。打斗地主从来就没赢过，无论跟谁打牌都被对方吊打，就连一旁的小学生都嘲笑他是个弱鸡，他却兴奋得不得了，终于体验到了失败的快感。他们把面粉均匀撒在厨房地板上，接着又偷偷安装了摄像机，本想找到在厨房搞破坏的罪魁祸首，结果却拍到了让人头皮发麻的一幕。起因是好好的橡胶手套，只要在这家餐厅后厨放一晚，就会被撕得粉碎。怕大家不信，下班前店主又摆上了几双新手套，锁上了唯一的大门。第二天一大早就看到店主和员工聚集在了门口，店主说自己一个人不敢进厨房，等人聚齐后才敢开门。真有这么夸张吗？大家一起来到后厨，记者也被震撼到了。好好的手套变得破败不堪，碎片散落一地，像是被腐蚀了一样。你要说有小动物的话，那它肯定会破坏食物，不可能没事去咬手套。你要说是有人故意破坏的，那也不太成立。橡胶手套根本扯不动，即使用剪刀剪过的痕迹太过规则，也做不出这种粉碎的效果。那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呢？大家越猜店主越慌，最后大家想出一个办法，把面粉均匀撒在地板上，边边角角也不放过，又安装了摄像机，不管是人是鬼，这次一定能找到这个罪魁祸首。第二天大家一起来到后厨，不出意外手套又被撕成了碎片，关键地上干干净净，一个脚印也没有。这下大家更慌了，难不成真有那东西？大家赶紧查看录像，发现手套在没有任何外力的情况下，自己慢慢开始分解腐化，整个过程显得很自然，画面说不出的诡异。大家不由得后背发凉，赶紧寻求专家帮助。专家认为这是一种化学反应，橡胶手套是被氧化剂破坏的，这种氧化剂应该就是臭氧。许多厨房都在使用臭氧对食物进行消毒，白天排风扇会把臭氧抽到室外，但晚上排风扇不工作，臭氧就聚集在了厨房，随着浓度升高，橡胶手套就被氧化，从而老化断裂。为此专家还做了个实验，密闭空间内，当橡胶手套接触到臭氧后，很快就被氧化掉了。专家说只需要晚上也保持通风，把臭氧排到室外，就可以防止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。店主乖乖照做，晚上也打开了排风扇，果然第二天手套真就完好无损，省流。氧化反应。60岁老人准备徒手捕猎鲨鱼，手法十分奇特，鲨鱼到死都想不到自己竟然是上吊死的。他拿着一个用椰子壳制作的摇鼓，不停拍打水面，模拟海鸟掉在水中挥动翅膀的声音。鲨鱼对这种低频声音很敏感，几百米外就能感知到，更让鲨鱼确信这边有潜在猎物。他一边摇一边仔细观察水下的动静，结果摇了半天都没有任何鲨鱼靠近。不过没关系，他还有一个办法，把提前准备好的鱼头丢进大海，
血腥味再配合上椰子骨的声音，更能引起鲨鱼的注意。很快，一只鲨鱼现身了，一口吞掉了鱼头，但迟迟没有靠近渔船。老人继续丢鱼头，因为凭他的经验，鲨鱼最终会来到这里。鲨鱼吃上瘾了，鱼头对他来说只够填牙缝。远处不停传来猎物的声音，让鲨鱼心痒痒。老人感觉时机成熟，把鱼头挂在飞镖上，等待鲨鱼上钩。一只鲨鱼朝他游了过来，但鲨鱼感觉好像有诈，转头就走了。老人继续等待，鲨鱼还是没能抵住美食的诱惑，在船周围来回徘徊，最后一口吞下了鱼头。老头顺势用套索一把就套中了鲨鱼的脖子，鲨鱼不断挣扎，根本拖不到船上，但他并不着急，甚至直接放开了鲨鱼。鲨鱼拽着渔船到处跑，目的就是耗尽鲨鱼的体力。一段时间后，鲨鱼真的累了，一动不动，只能任由老头处置。老头也不客气，拿起棍子就是梆梆两下，随后轻轻松松拖到了船上。老头吹起了胜利的号角。这就是美拉尼西亚人传统的捕杀方式，他们用屋顶上的瓦片做镜子，不但光可照人，甚至还有美颜的效果。女人们都认为这种镜子才能照出最真实的自己。做这种镜子一定要选用红色瓦片，把瓦片敲碎，放在石板上反复研磨，磨得越细，做出来的成品质量越高。在里面加上一些黄麻纤维，然后加水充分混合在一起，接着再次把泥浆碾压一遍，确保里面没有大块颗粒。随后把研磨好的泥浆放入圆形模具中，用手压实就可以拿到太阳下晾晒。晒干后开始打磨，用手感受圆盘的平整度。打磨的差不多了，就要在上面涂上一层黑色粉末，这个就是关键了，涂多少完全凭手感。接下来的工作就要由男人来完成了。在光滑的圆盘上放置3块小金属，然后将另一个圆盘扣在上面，中间就形成了一个空隙，用粘土把四周完全密封，接着在上面戳个洞，捏出一个入口，随后放在外面继续晾干。等待的时间，他拿出了一些金属合金，其实泥巴只是制作镜子的模具而已，镜子本身还是由这些合金做成的。合金是由锡和铜混合而成，把合金都塞到入口里面，上面盖上一层棉布后继续用粘土密封，然后将这些模具放在火上，上面铺满椰子壳开始烧制，就这样一直加热1小时。通过听声音来判断金属是否融化，合金融化后就要慢慢翻转一下，让融化的合金液体填充模具中间的空隙。等模具冷却下来，敲掉模具，镜子毛坯已经锻造成功，不过现在还不能反光，需要经过几轮抛光，但首先要把毛坯修剪成合适的尺寸，尺寸不同价格也相差很大。最受欢迎的种类是手持的小镜子，修剪完成后用湿砂纸开始打磨，镜子表面出现光泽后，在上面滴上椰子油继续打磨，直到镜子可以清晰地照出自己。随后把镜子放入镜框粘合在一起，这还没完，最后还需要用天鹅绒布抛光，在背后贴上自己的 logo， 这样一个昂贵的手工镜子就完成了，能更好地照亮你的美。大爷只是给挖掘机轮胎打个气，却引来一群人围观，都不可思议地看着他。只因大爷有个绝活，用嘴给轮胎充气，竟然比打气筒还好用。家里的暖水袋被他当成气球吹，几下就能吹爆。他平时就用肺活量检验暖水袋质量，被他吹爆的暖水袋不计其数。平时出门都随身带着一个橡胶软管，看见没气的车子，他插上管子就是一阵吹。大爷只有一个信念，只要有他在的地方，绝对不允许没气的情况。大爷说这都不算什么，还有更厉害的，他可以给卡车轮胎充气。大家决定做个实验，一边用打气筒，一边大爷用嘴吹，看谁能把轮胎吹爆。比赛开始，大爷这边轮胎肉眼可见的变大，一旁7个成年人轮番用打气筒，但轮胎的鼓起程度还不如大爷用嘴吹的快。5分钟后，大爷已经把轮胎吹得硬邦邦，一旁的轮胎却还是扁扁的。很明显大爷赢了，但他却并不满意，说要升级挑战，把一个铁架子放在轮胎上，上面又站了20个小伙子。他要在负重的情况下把轮胎吹爆，但不得不说，咱们中国的轮胎质量属实不错。大爷吹了10分钟，硬是没吹爆。大爷倒也没太往心里去，表示不会停止挑战自己。这不，今天他就想要挑战极限，吹挖掘机轮胎。很快就引来一群人围观，大家都觉得不可能成功，大爷却气定神闲，坐着吹了几下，轮胎竟然纹丝不动。很明显，这次挑战确实不一般。只见他站起来半蹲马步，稳扎稳打的吹，轮胎终于有了点起色。毕竟是挖掘机轮胎，吹到一半的时候最困难，几口下去轮胎也没啥变化。大家不停给他加油打气，大爷擦了擦汗，接着青筋暴起，一阵猛吹，终于把轮胎吹了起来。大爷一脸傲娇地说，自己才66岁，还能再吹他个10年，只要有我在的地方就不允许出现打气筒。酋长抓起一把泥土，根据土里蚂蚁的多少来寻找一种在这个季节才有的食物，这东西对他们来说比黄金还要珍贵，即使冒着9死1生的风险也要得到它。每次行动前还要进行一番奇怪的仪式，向丛林祈祷平安与成功。马上就要下雨了，必须立即采取行动。他们来到一棵参天大树前，他断定这棵树上就有他们要找的美食。这树足足有40米高，需要6个人才能抱过来，这是个不小的挑战。但为了族人，他依然决定爬上去，砍下一根藤条，用力拧成绳子，把自己和树干牢牢捆绑在一起，这是他唯一的保护措施。刚开始攀爬速度很快，6米长的藤条在他手中灵活摆动，很快就爬到了10几米。
这时树干开始变得湿滑，他拿出斧头挖出一些洞，当成落脚点。这就是他不断向上的基石。爬到一半的时候，他突然停了下来，看起来应该是抽筋了。长时间的攀爬，他早已精疲力尽，现在进退两难，只能挂在半空缓一缓。短暂休息后，看着妻儿期盼的眼神，他咬咬牙再次出发。他一鼓作气，树顶近在咫尺。与此同时，树下的搭档点燃了树叶，迅速把这堆树叶传送上去。这个是关键道具。树顶长满了苔藓，湿滑无比，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下，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，一旦失足肯定粉身碎骨。他拿着这捆树枝，在树顶找了半天，来到一个树洞前，一边用浓烟熏烤洞口，一边用斧头砍。还没砍几下，斧头就沾上了一些神秘液体，他迫不及待品尝起来。看样子已经找到了，原来他们苦苦寻找的美食就是蜂蜜。当斧头沾上蜂蜜，就意味着快大功告成了。把洞口凿开，直接把手伸了进去，终于收获了第一块蜂巢。蜜蜂对他发起围攻，他也毫不在意，很快就装满了竹篮。蜂蜜对于他们来说异常珍贵，一点都不能浪费。他把手上残留的蜂蜜也刮进了竹篮，地上的妻儿已经在咽口水了。他赶紧把竹篮传递下去。从天而降的这一整筐蜂蜜，让翘首以盼的家人们感到欣喜。对于一直将昆虫、荷叶草作为主食的他们而言，只有这个季节才能吃到蜂蜜，因此倍感甜蜜。此刻他也可以尽情享受收获的喜悦。这就是巴雅卡族人跨越生死的一餐。